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做金瓜洗板。首先来处理南瓜。最近听电台介绍才知道，原来南瓜的营养成分极高，而且这段时间它好像跌价了，你们可以多吃哦。尽量切小一点，用大火蒸至软烂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来准备香蕉叶。一片香蕉叶已经足够用了，洗干净后裁剪成适合的大小。这个配方可以做10个洗板，你也可以用烘焙纸或麻酱纸来代替，只是会牺牲掉一些香蕉叶的香味。南瓜蒸熟后，趁热加入糖，直接用叉子来压成泥，糖也就融化了。先让南瓜泥降温，温度太高会把酵母烫死。等待降温的同时，先把香蕉叶都刷上一层油防粘。普通面粉或也叫中筋面粉过筛，任何的牌子都可以，但是吸水性有差异，之后加水的时候才做调整。糯米粉也有分普通和水磨2种，你都可以用，只是口感稍微有差别，水磨糯米粉会比较细腻。一点温温的却不会烫手的温度可以增加酵母的活性。来和面。面团很粘手，先用筷子和刮刀来搅拌。分次慢慢的加入水。直到没有什么干粉后才下手揉面，记得戴个手套，否则面团会粘到你怀疑人生。水量呢，要根据面团的状态来调整。这个配方我并没有用完80克的水。揉成偏软的面团后，加入油。像这样，先把油抓进面团，之后才揉光滑。加油不单单只是为了表面光滑好看，它还可以对面筋形成保护，因此在室温下，洗板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都不会变硬。不需要醒面，直接分面团做造型，手上抹油防粘。分成60克的小面团，拉出光滑面，底部收紧压实，滚圆。垫上香蕉叶，轻轻地压成椭圆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整形非常简单，不用10分钟就完成了。教你们这个小妙招，你就不用怕发酵不足的问题了。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水必须是室温的，自来水有时候太热不适用。酵母发酵产生气体，会使面团内部形成许多小气泡，小面团才会浮上水面，表示发酵够了。来，水是室温的，直接上锅。先用大火把水煮滚，水滚后转中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先焖5分钟才开盖。洗板蒸熟后还会膨胀一圈，这都是室温水的功劳。水在加热的过程中，酵母还会继续发酵产生气体，直到40度以上，酵母才会牺牲自己成全的洗板。相比直接用热水，面团一放进去，酵母就都被烫死了，那真的叫做白白的牺牲啊。来看看发酵时间的长短对洗板的影响。重新做一批同样配方的洗板。自从做了寿桃的视频后，真心觉得洗板的做法太简单了，而且制作的时间也很短，因为它省去了第一次发酵的时间，很快就可以做好。整形。选了2个宠儿来当实验对象。
10号选手拿去蒸。小面团浮上水面，观众们拿去蒸。独留45号选手足足多出差不多1倍的时间，看看结果如何。10号因为发酵不足导致表面坑坑洼洼的不好看，而45号和25号似乎差异不大，一样松软。再看内部结构，发酵不足，内部气孔较少，回弹力是有，但是慢。内部充满绵密的气孔，回弹力十足，吃起来还有 Q 弹的感觉。最松软的应该还是45号，回弹速度极快，松软程度可想而知。通过这个小实验，我们可以知道水中面团的小妙招只是提供发酵时间的最低值，而45分钟是不是发酵的最高值还不得而知。但是从25分钟到45分钟已经有足够宽的时间段让你们去调整自己喜欢的口感。我是小豪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定要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接收最新视频的通知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